于老板，您放心，我女儿莹莹是985的高材生，还长得漂亮，和您儿子再合适不过了。就是这个，这是5万，要是事成，我再给你300万。300万！你女儿那么优秀，她肯嫁给我儿子，我高兴都来不及。要是她能生个大孙子，我再给你500万。好，好，好，好！莹莹回来啦，快坐，我们呀在商量你订婚的事儿呢。订婚？你哥他结婚需要80万的彩礼，于老板他看上你了，要你当儿媳妇，彩礼可是100万啊！有了这钱，你哥就能结婚了。所以你是打算为了自己的儿子把我卖了？瞧你说的，咱是一家人，妈能害你吗？莹莹听话，你要是嫁进于家，这辈子可就吃喝不愁了。爸，你也是这么想的吗？莹莹，既然对方条件不错，你嫁过去，爸也能放心。我可以嫁，不过我有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那100万必须都归我。什么？不是你什么意思啊，沈莹莹？合着我们白忙活一场，彩礼全被你一个人独吞了？老沈，看看你教出来的好女儿，根本不把我这个当妈的放在眼里，是不把你这个后妈放在眼里。你妈也是为你好，你怎么能这么自私，把彩礼都占了？我自私？当初林家豪在外面欠了债，我二话没说把债扛了，这也是我自私吗？林小曼开店亏得血本无归，也是我托人找律师摆平的，这也是我自私吗？可这个家我连个房间都没有，回来只能睡沙发，就因为我年纪大嫁不出去，难道我就活该要成为你们的吸血包吗？你别以为读几天书就了不起了，这彩礼无论如何你都得分给我们，否则怎么样？否则我就去法院告你。好啊，那你去告啊，反正这事儿闹大了，这婚也别结了，彩礼也别想要了。妈，我看他压根儿就是不想嫁，纯恶心咱们。哎呀，我这是造了什么孽啊！儿女不孝啊！这点钱也要霸着不放，我不活了！莹莹，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懂事儿？你看你把你妈气成什么样了？不就是这点钱的事儿，让给你哥不就行了吗？沈莹莹，我给你脸了是吧？我告诉你，这婚你必须结，彩礼也必须给我。想逼我结婚，我劝你们还是死了这条心吧。你动他一个试试。天宇，你怎么进来了？不是让你在门外等着吗？我听到屋里有动静，就冲进来了。幸亏进来的及时。你是谁啊？敢管我们家的事了？给老子滚出去！我叫庄天宇，是莹莹的男朋友。你们要欺负她，我绝对不会不管。你连自己妹妹都敢动手，算什么男人？男朋友？莹莹，你什么时候交的对象？我怎么都不知道？我也不知道，刚交的。爸，我和天宇在一起已经1个月了，咱们走吧。你们俩别想在一起，我不同意！你这个后妈当的可真称职啊！我给你找个富二代你不要，非得要嫁给这个臭屌丝。沈莹莹，你是职业扶贫的吗？天宇是体育老师，凭自己的能力赚钱，他哪点比不上别人了？一个小老师能有几个钱？没房没车也想娶我闺女，简直就是做梦。要不于老板那边你再去求个情，毕竟莹莹已经有男朋友了，也不能强迫孩子呀。她不嫁给于家，那儿子哪有钱娶媳妇儿？我为你们沈家辛苦了这么多年，你就是这么报答我的？那你想怎样？要么你给钱，不然别想娶沈莹莹。那既然这样，你们不就是想要钱吗？我给。天宇，你不能这样。反正以后我和你也是要结婚，不如早点把事情解决，省得他们又因为钱逼你结婚。哥，你有钱早说嘛，害得我们这着急上火的。就是，都是一家人，为了钱伤感情，那多不值当。我最不在乎的就是钱了。
莹莹，你放心，我的存款差不多也有10几万。10几万？你打发叫花子呢？就这点钱，还想娶媳妇儿？庄老师，你可真会装啊！是我要结婚，要多少彩礼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怎么不关我们的事儿了？他刚才已经答应了，说会把彩礼给我们，没想到是打嘴炮。别搭理他们，想钱想疯了。我告诉你，想娶我们家莹莹，至少得这个数20万。200万！200万！200万！我要发财了！你们别太过分了，这哪里过分？还有更过分的，我都没说呢。就是酒席至少得按一桌8880的标准，这样才够格。你们居然好意思张口，脸都吃到狗肚子里去了！沈莹莹，你胳膊肘往外拐啊！去外面打听打听，谁家嫁闺女不都上百万起步的？我们养你可不容易，就200万，这都给不起，还结什么婚？其实呢，我已经帮莹莹说好了一门亲事，对方上来就是100万的彩礼，还不包括酒席、房子，就这条件，可比你好太多了。你要是连这区200万都掏不起，你就哪凉快哪待着去。莹莹，你爸妈养你这么多年，要彩礼是应该的，可我现在的确没办法立刻拿出这么多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一定想办法凑够。还凑什么呀？吹牛谁不会啊？瞅你这样就是个穷屌丝，连于总他们家的一根脚趾头都够不上。沈莹莹，你疯了！我是疯了，要不然我也不会在这听着你们狮子大开口讹我男朋友。爸，你妻管严，我不怪你，可你也不能眼睁睁的看着我被人往火坑里推啊！什么叫做把你往火坑里推？我们这是为你好，为我好。王雪萍，要是逼着你嫁给你不爱的人，你会同意吗？钱给够了，我就同意。我不管，谁给我200万的彩礼，我就把女儿嫁给谁。哎呦，老沈，你看看你这个女儿竟然敢虐待我！早知道养出个白眼狼，我就不该嫁进你们沈家。莹莹，你看你都把你妈都气病了。我哪有本事能气得着她呀？她脸皮像城墙一样厚。那倒是。这样，不如我们各退一步。你手上不是有套房子吗？你把那房子给嘉豪，这样呢，嘉豪也有了房子能结婚，你爱嫁给谁嫁给谁。妈，你疯了！我们要那老婆小干嘛？这丫头跟我们杠上了，我把她后路断了，这招叫釜底抽薪，我就不信她不服软。还是老妈机智。莹莹，爸妈养你不容易，你看现在爸妈都退了一步，你总不能那么霸道吧？什么霸道？凭什么我要把我的房子给你们？瞧你说的，咱们是一家人，你把房子给我了，不还是咱们家自己的吗？我不同意。叔叔阿姨，你们要200万，我的确给不起。但是莹莹的房子是自己赚钱买的，你们不能也没资格逼她把房子让出去。你是打算不要这个家了？婚我是不会结的，房子更不用说，你想都别想。妈，实在不行就把小曼嫁过去，那钱咱们不是照样拿吗？你是脑残吗？谁愿意嫁给他？你个蠢货！人家要是看得上你妹，我至于这么白费周伤吗？刚才天宇说是我男朋友，他是不是真的想当我男朋友，还是单纯好心帮忙？越想越乱，又有点开心，现在还真是不好意思。莹莹，要是现在跟他告白，会不会太突兀？可万一他要是不喜欢我，刚刚真的很谢谢你，谢谢你在我最难过的时候挺身而出。你是第一个，也是唯一一个肯帮我的人。只要是你的事，我一定赴汤蹈火。什么？不嫁了？耍猴啊！于老板，您别生气，我哪敢耍您啊！我女儿只是一时半会儿没想通。哼，我管你什么想不想得通，你收了我的钱，这事儿就必须给我办妥，否则就给我退钱。不就是几万块钱吗？退就退呗。啊！
小孩子不懂事儿，您大人有大量，钱我们当然要退。不过您能不能宽限我们几天？哼，不行，今天你们必须退给我10万，否则你们别想出这个大门。10万！于老板，当初您只给了我5万，现在怎么成10万了？当初是你信誓旦旦的保证你女儿会嫁给我儿子，现在你反悔，难道我不该拿点补偿吗？那也不能狮子大张口啊！我们哪有10万啊？怎么，不想退？老虎不发威，把我当哈基米了吗？我现在就报警！别，有事咱好商量。其实要解决这事儿也很简单，只要你女儿嫁过来，不就什么事都没有了？咱们还继续当亲家，钱你们照拿不退，可你们偏要把路走死。于老板，您再给我们点时间，我一定想办法说服她嫁过来。那怎么可能？沈莹莹犟得跟头驴一样。只要你能尽快说服你女儿，我会再额外多给你50万的绩效奖，怎么样？够意思了吧？太够意思了！我就算是绑，也把那丫头绑过来给您当儿媳。莹莹，这卡里有15万，是我全部的积蓄，你把这个给你后妈。不行，这是你的血汗钱，绝对不能给她。拿着，我给我女朋友钱是应该。无论怎么样，我都不能把她拉下水。这钱我不能要。莹莹，你……我后妈就是个无底洞，你给了她1次，以后还有更多次。可是他们拿不到钱是不会罢休的。那也不能给。那好吧。沈莹莹，我知道你在里面，开门！开门啊！别装没有人，我都听到声音了。你们怎么来了？敲那么久的门都不开，你是没长耳朵吗？哎呀，这不是想你了吗？来看看你。我说怎么没开门？原来你背着我们跟着臭小子鬼混呢！关你们什么事儿？哎呀，这张卡应该有很多钱吧？沈莹莹，你那么有钱也不肯帮老子，你还有没有人性啊？这钱你不能动。妈，我看沈莹莹是打算背着我们，拿着这钱来养着小白脸儿。闭嘴！这钱本来就是天宇的，你们谁也不能动。不让我动，我偏要！这个坏蛋要打我！你敢动我儿子，我饶不了你！谁让他态度那么恶劣？沈莹莹，你胳膊肘往外拐，亏你爸生着病还念着你名字。你说什么？我爸病了。小曼，这能行吗？要是被莹莹知道，可就麻烦了。放心吧，爸，就我这化妆技术，保证莹莹看不出来。爸，你没事吧？爸，快不行了！莹莹，你来了。你怎么突然就病了？莹莹，你订婚的事儿，爸实在是太操心了。爸，不要再提那件事，现在当务之急是要治你的病。对了，医生说爸得了是什么病？心脏病晚期。心脏病晚期？心脏病有晚期吗？你管他得了什么病，现在最关键的是，你爸他快不行了，你总不能连自己亲爸的命都不当回事儿吧？爸，你是真的病了吗？我当然是真病了，难道我还能骗你吗？我看你就是骗我！生病怎么可能有假？这可是医院，医院能造假吗？莹莹，爸这次叫你来，是发自内心真的希望你和于老板的孩子结婚，你就行行好，答应爸爸好吗？爸，你就接着演吧。爸都快死了，你这个亲女儿，难道就不能体谅体谅他吗？哎呦，我好难受啊，喘不上气儿了。爸，你可不能走啊！老沈，你这是为了孩子操碎了心啊！老伴儿，孩子们，下辈子咱们还当一家人。
沈大伟，你赶紧起来验尿！家属你们哭什么？得个膀胱炎症，至于哭爹喊娘了吗？莹莹，你听我解释。爸，你是不是联合他们一起骗我？你说，到底是不是？你朝你爸耍什么横？要不是你不肯答应结婚，你爸至于要装病劝你吗？你们3个合起伙来骗我，而且还拿我爸当枪使，你们简直是太没有底线了！莹莹，不是他们把我当枪使，是我自己提议要那么干的。我是真的觉得你嫁给于家是个很好的选择，我真的是为了你好。为我好？你作为我爸，天天逼着我结婚，这叫为我好吗？这些都是你该做的。你欠我们那么多钱，都必须还给我们。欠钱？我什么时候欠你们钱了？这些就是你亲笔写的欠条，你自己好好看看吧。这不可能！你怎么会有我的签名和手印？这些都是你爸用买保险名义哄你签的，要不是你爸足智多谋，恐怕你还不肯签呢。难怪我爸最近一直找我买保险。爸，你怎么连自己亲生女儿都骗？就几张欠条而已，你要是答应结婚了，也就当做作废了。那要是我不嫁呢？那你就得还钱。莹莹，于家那边说了，要是你不嫁，他们就会打断你妈和你哥的腿。你总不能看着我和我妈瘸了吧？怎么样？你考虑清楚了吗？嫁人还是还钱？我考虑得很清楚，这欠条我认，结婚免谈。沈莹莹，你可清楚了，这些钱可不是小数目，要是你还不上，我们可是要拿欠条起诉你的。我说了，这笔钱我认了，但是结婚免谈。好，既然你都这么说了，那我们来算算账吧。这欠条连本带息总共160万。可以，不过在履行欠条之前，我有笔账也要跟你们算清楚。你什么意思？这些账单记录都是我母亲去世后家里的每一笔支出，咱们今天就算个清楚。谁知道你会不会记错账了？你一直都有记账的习惯，家里每个月的支出开销你都记得清清楚楚，把账本拿出来一笔一笔的对，不就清楚了？雪萍，你有账本？糟了，他居然知道我记账。账本在这儿。你这账本不对吧？我从初中开始每个月的生活费是200，你这里却写1500。我说是1500就是1500，不可能搞错。不对呀，哥，咱们读初中那会儿每个月生活费不是各600吗？怎么这记的是2000？是啊，我啥时候有过那么多的零花钱？这就奇怪了，难道你是从中吃了空饷？我怎么可能？是吗？那为什么我拿到手的只有200？我怎么才600啊？这600块钱我过得可苦呢。当初我每个月的生活费都是汇款，我现在还保存着当年的收款截图。你们说我一个月生活费1500，那总得有截图吧？没想到他还有后招，真是太阴了。你们拿不出来凭证，那这些钱只能作废。我只会按照能提供的凭证还钱，否则一切免谈。王雪萍，从你嫁给我爸之后，我的生活费就是他们俩的零头。那你的意思是嫌我这个当后妈的偏心呗？你既然这么委屈，当初就该都说出来，现在又翻这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，不就是不想还钱吗？那我们法院见。好啊，那你快去告我吧，看是你儿子和女儿先进去，还是我先进去？你什么意思？把话说清楚。他们俩欠了我的钱，你把我送进去，他们也一样要坐牢。我们什么时候欠你钱了？就是，林家豪，你当初欠债60万是我替你还的，这事儿你不会忘了吧？你是提前得了老年痴呆吗？林小麦，当年你开美甲店失败也是我给你兜的底儿，你也忘了吗？这么多年你们吃我的用我的，你们现在就是这么报答我的吗？我这样的家庭真的不想拖累天宇，他那么好的人，如果被我后妈缠上了，
那我简直就是犯了这个世界上最大的错误。莹莹，你爸没事吧？他一点事儿都没有，你别担心了。照顾病人很辛苦的，我给你煮了些吃的。但刚刚敲门你不在家，你应该还是在医院吧？要不我现在给你送过去。不用了，天宇，谢谢你了。你每天都挺累的，早点休息吧。那你也早点休息吧。你能不能给我消停会儿？晃得我眼睛都花了。我这不是着急吗？10万块呀！你慌什么？我这不是在想办法吗？妈，要不咱们试着把小曼包装成沈莹莹，然后把小曼嫁过去，这不是两全其美吗？小曼嫁入豪门，咱们大赚一笔！天啊，这世界怎么会有那么好的事儿啊！我简直是天才！小曼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，要让她知道自己嫁给坐过牢、结过婚的男人，她还不得闹翻天？妈，咱们想想办法。再说了，就算是咱们说通了小曼，可万一于老板要是知道咱们骗了他，那该怎么办？于老板他都没见过沈莹莹，你不说我不说，谁知道？于家这么有钱，咱们也是为了小曼好，这样小曼下半辈子也不用愁了。说的是啊，搞不好王八看绿豆对上眼了，到时候就算是发现小曼不是沈莹莹，没准也能行。反正沈莹莹难对付，还得找新法子才行。这破衣服我穿的真难受，又难看又难穿。你就不能安分点吗？跟人见面当然要穿正式点，难不成要穿你那些露屁股蛋的玩意儿？就是吃个饭嘛，至于？这饭店选的环境真是不怎么样。这饭馆是有些简陋，比不上那些高档的，但是味道不错，您一会儿尝尝。哼，我倒是要看看能有多好吃。这就是我妹妹，长得还行，身材吧马马虎虎了。老娘身材绝美好吗？哪像你，那肚子胖都看不到脚尖。哎呀，你这孩子真不会说话。他是夸您体态圆润，一看就是大富大贵的样子。我这叫富贵肚，这才显得我有钱有度量。你看不出来我是人类高质量青年吗？小妹开玩笑的，您别跟他一般见识。老的都能当我爹了，还好意思说自己是青年，脸皮真厚。你再给我说一遍！我说你脸皮厚，不要脸！志恒，他刚才胡说八道来着，您有大人有大量，别往心里去。行了行了，不是我说你，你的情商比起你哥来差200个你妈。就你那德行，狗都不要。要不是你妈和大哥求着我爸让我跟你结婚，真以为老子乐意看你。结婚？到底怎么回事？你们不是说只是来吃饭的吗？他怎么说跟我结婚呢？小曼，你听妈说。说什么？这种男的你也让我嫁？我看他脑子都还没长好，顶着个大肚子来恶心我，你还是不是我亲妈？就你这种嫁不出去的剩女人，老子还嫌你呢，看着你就恶心。说谁是剩女？说谁恶心呢？说的就是你。你疯了！完了完了，要了命了！
这孩子怎么不接电话呀？莹莹啊，你可算接电话了，快救救你哥你妹吧，他们两个现在被人扣在了派出所。那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当然跟你有关系了。你借我们点钱，把罚款和医药费交了。我没钱，就算是有，我也不会给你们。你们死了这条心吧。喂，沈莹莹，你居然敢挂我电话！现在怎么办呀？沈莹莹，你给我等着！哎呦，我的屁股！你小心点儿。你们俩出的馊主意，找我顶替沈莹莹，亏你们也想得出来！你少说几句吧。哎呀，妈呀，你轻点儿！别嚷嚷了，这下可彻底完蛋了。于老板知道咱们造假，还弄伤了他儿子，这下全完了，哪有钱退他10万啊？哼，要怪就怪沈莹莹，要不是她死活都不肯嫁，咱们至于这么搞吗？对，就是，都怪他。哼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把你们公司的沈莹莹给我叫出来，快点儿！请问你们是？我们是他的妈妈和大哥，快让他出来！喂，莹莹姐，有2个人说是你的家人在前台这儿找你，就说我出差了，让他们走。好的好的，不好意思，他出差了，现在不在公司。出差了？我才不信，他肯定在公司。哎，你们不能进去！你们来干嘛？干嘛？你心里不清楚吗？我清楚什么？大家快来评评理呀！沈莹莹她为了钱不管爸妈，还要把哥哥妹妹送去坐牢，简直不是人！王雪萍，你胡说！你简直是造谣是非！你们自己惹的祸，凭什么要我来承担？你们赶紧走，要不然我叫保安了！你亲爸被你气进了医院，你也不闻不问。我们一家4口被人差点活活打死，你还说我们活该？我们养了你20多年啊，却养了个白眼狼！你们大家评评理啊！妈也是为了你好，才为你介绍了这门婚事，你反倒是倒打一耙。不能让他们继续闹下去。幸亏我装作晕倒，不然真不知道他俩能干出什么。莹莹，好点了吗？公司很关心你。谢谢经理。莹莹，尽快养好身体，公司好多活还等着你呢。好的，经理。那我先走了，好好养啊。好的，经理。啊，在家被后妈逼，在公司被经理逼，真是牛马人生。对了，你对接的沈莹莹，你竟然敢装病！我，你给我马上回公司，今天加班到明天。又失败了，真是没办法。难道是老天爷要灭了咱们吗？老天爷，你太坏了，真是苍天无眼啊！雨好大，林海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小曼说你们在这旮旯，我就来了。我是来帮你们的。就你有本事帮我们？我有办法把沈莹莹嫁出去，能想的办法我们都想了，根本就没办法。就是，你别捣乱了。什么叫捣乱？我以前好歹也是个车间主任，对付这种小丫头绰绰有余。你们啥态度啊？妈，咱走吧，他又喝假酒了。我知道于老板逼着你们退钱，我帮你们逼沈莹莹结婚。要是整好了，给我100万行不？
90、80、70、50万总行了吧？啊，20万总能给吧？林海，你现在没资格跟我谈条件，我办不成的事儿，你能办成吗？别小看老子，这点小事儿，老子一出马，一个能顶俩，保证她乖乖的嫁人。爸，咱们来这儿干嘛？我怎么生出来你这么个傻狍子？沈莹莹不愿意嫁人，指定有了心上人。我观察半个月了，这个庄天宇和她走得最近，我判断就是他在勾引沈莹莹，破坏咱们的发财梦。大聪明，我早就知道他俩的关系了。傻小子，大蛇打七寸。沈莹莹这么喜欢他，万一他出什么事儿，沈莹莹还不得乖乖就范？有道理。小朋友，叔叔给你点零花钱，你帮叔叔干件事好不好？爷爷，老师说了，全民反诈，从我做起。叔叔不是诈骗犯，给你30块钱，帮帮我好吗？好的，爷爷，但是至少得这个数。说吧，有什么事情求助我。小明，有没有受伤？庄老师，我没事了。庄老师，我先走了。爸，瞧你出这馊主意，事儿没办成，还被人白拿了100块，你咋想的呀？急什么？我还有办法。庄天宇，你别走！你个渣男，欺骗了我的感情，还连续劈腿20次，大家快来评评理啊！你胡说什么？我都不认识你。你敢做不敢认啊！你个负心汉！庄天宇，我这么爱你，你居然敢劈腿120次！林小曼，你搞什么鬼？你搞什么鬼？你造谣我劈腿出轨，你到底想干嘛？我不知道你说什么，反正你就是个渣男。庄老师的为人我们都知道，你这样污蔑他，我们可是要报警抓你啊！就是逮着老实人欺负，真不要脸！你们，我先走了。李小曼，看在你姐姐的份上，今天的事儿我就不追究了。要是再有下次，我绝对不客气。没想到这小子人品还怪好的，这么受家长和学生喜欢。我要也能那么受人喜欢就好了。我也是。喜欢你个头！我的计划全破碎了，赶紧回家找你妈想办法。对了，天宇，后妈最近没找你的麻烦吧？她没有，但是什么？林小曼昨天在学校门口故意装成我女朋友造谣是非，但是已经被我揭穿了。他怎么能这么离谱？凭什么乱装你的女朋友，还到处造谣捣乱？这也太过分了！别生气，别生气，不值得因为他生气。我都已经处理好了，当场的同事和家长都替我说话，我也严肃警告了林小麦，我觉得他再也不敢这样了。最近是不是又没好好休息？看你脸色还有点苍白，别太劳累了。最近确实工作太累了。妈，什么事儿？天宇，我跟你说的相亲你可别忘了，明天下午2点，我已经帮你约好了人家姑娘，家世、人品、工作样样没得挑，你一定要去啊！我已经有女朋友了，我不需要相亲。你那个什么沈莹莹，就是个公司小员工，哪比得上我给你介绍的大学老师？明天的相亲你必须去，这事儿由不得你。其实我知道你妈妈给你很大的压力，没事的，你不用在乎我，我也不想成为你的拖累。莹莹，你误会了，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，我妈那边我可以对付。咱们都早点回去休息。莹莹，莹莹，两个人在一起真的好难。为什么我的生活中总是有那么多的障碍，有那么多的无奈？谁又没带钥匙啊？整天丢三落四，下次再忘带钥匙就别回来了。于老板，你们好你个王雪萍，故意给我儿子介绍个女流氓，现在我的宝贝儿子还在医院，你真是胆大包天啊！
于老板，我们真的不是故意的。你最好今天把话给我说清楚，要么交出弄伤我儿子的凶手，要么给我钱，否则我就把这都砸了。求求你了，于老板，放过我们！你们两个把这屋里值钱的东西都给我带走。是，老板。你们不能这样啊！我真的没钱啊！没钱，那就把这房子卖了。你们这是干什么？谁许你们乱翻东西的？臭小子不想活了，给我揍他！于老板，我儿子不懂事，你饶了他！我给钱，我给钱！早交出来不就好了？非要我的人动手。这里有10万块钱，是我全部的积蓄，都给你。10万？哼，你当打发叫花子呢？你现在欠我的是50万。你什么意思？你折腾了老子这么长时间，害得我儿子进医院。今天我要是拿不到50万，这事儿没完。50万！于老板，你这根本不是说没事放高利贷啊！50万，你怎么不去抢啊？抢？论抢，你们才是极品！拿了老子的钱不办事儿，还糊弄我。50万已经算给你们打折了。可我们根本拿不出那么多钱啊！拿不出，那我就打断你儿子的腿。你们是什么人？莹莹，快来救我！这是什么情况？你就是沈莹莹。我是沈莹莹，你是谁啊？想不到这小丫头长得不错，身材一看就能生儿子。我是你爸的好朋友。家里怎么回事？我们在排练话剧呢。那他2位是？他俩也是演员啊，专门演坏蛋的。对，我们是坏蛋。下楼给我儿子打电话，让他过来见未婚妻，快！正好到饭点了，你们都留下来吃饭吧。莹莹，你先招呼招呼一下，饭菜很快就好。妈，干嘛要把那帮人留下来？还嫌家里不够乱？你懂什么？那个于老板分明是看上莹莹那丫头了，这事儿还有戏。还有什么戏啊？那老东西手段这么狠，咱们把钱给他就算了，就别玩火了。你懂个屁！那老东西要咱们50万，我上哪找那么多钱啊？叔叔，喝点水吧。好，莹莹真好，真懂事儿。可能是我爸回来了，我去开门。天宇，这是……我还以为是你朋友呢。他说他要找你，我们就一起上来了。儿子，你来了！莹莹，这是我儿子志恒。你好，叫我小鱼就行。你好，天宇，你找我什么事儿？上次我妈打电话的事，想和你解释解释。没事儿，我能理解你妈的想法。你尝尝这个。我自己会夹。莹莹，补点维生素，多吃点菜。莹莹，补充点营养，多吃点肉。莹莹，这个味道好，你尝尝。莹莹，这个笋口感好，多吃点。够了，我已经够吃了，你们就别再给我夹菜了。你怎么在这儿？你这个混蛋，还敢来我家！他吃错药了，精神有点问题，我带他走。你们干嘛把我弄出来？我还没骂够那个装货呢。你别闹了，小祖宗！屋里你没看到有2个打手吗？咱们惹不起啊！那咋了？让他们一起上。
老娘把他们一起拿捏。上面抢媳妇儿，抢得正火热，你就别添乱了。抢媳妇儿？庄天宇和于志恒正在抢沈莹莹。沈莹莹真倒霉，被这俩抢。谁让咱们还欠着于家的钱？于家可是逼着咱们给50万啊！50万？他们是高利贷吗？我非得收拾这帮混蛋不可！你给我安分点吧！现在咱们就等着沈莹莹就范。要是这婚事儿能成，咱们还能白捡300多万的彩礼。这么多？你当初不是说只有100万吗？我这不想着当私房钱吗？家里来客人了。哎，你一定就是沈叔叔吧？我是小鱼。老沈，快，坐下吃饭，咱哥俩今天好好喝一杯。老沈啊，你这女儿是真不错啊，咱们要是成了亲家，可就是双赢了。是吗？对了，莹莹，这位是？这是天宇。敢问这位朋友有房有车有存款吗？没有，但我每天都在朝着这个目标努力。一个大男人工作这么久，连房子车子都买不起，还真是有点可怜啊。哼，志恒，怎么说话的？不是每个人都像咱们这种做大生意的，赚钱又快又多。只要是自食其力，无论赚钱多与少，都是值得被尊重的。就是啊，能有份工作养家糊口，就是有本事的人。老沈，莹莹要是我儿媳妇，那我肯定让她过着人上人的日子。莹莹的婚事，还是她自己做主比较好。不行！结婚可是大事儿，婚姻就该听长辈的话，毕竟我们有经验嘛。你能有什么经验？你是有离婚的经验吧？失败的经验也是经验嘛，至少能让你少走点弯路。可是，莹莹她自己也有自己的想法，咱们不能。老沈啊，咱俩这交情，要是志恒和莹莹真成了，咱们不就是亲上亲了吗？啥交情？咱们不是刚认识吗？想娶莹莹，也要看自己有没有那个本事，总不能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吧？不好意思啊，学校还有些事情等着我去处理，你们慢慢吃。天宇，站住！你要私奔啊！莹莹，别走啊！天宇，你别听他们瞎说。如果我今天没来，你是不是会听从家里的安排和于志恒在一起？当然不会了，怎么可能？莹莹，我是真的喜欢你。我知道我现在什么都没有。不行，王雪萍会拖垮天宇的，我不能把她拖到深渊里来。天宇，你是个好人，我的家庭太差了，我不想连累你，忘了我吧。我怎么可能忘了你？都怪我没能力保护你。天宇，只要莹莹肯嫁进来，之前的事儿就一笔勾销。你骗我们的钱呢，就算了，继续做亲家怎么样？可莹莹她要是不乐意呢？老沈，你是想把这个家毁了吗？你给我闭嘴吧！你们给我找个时间把莹莹约出来，我的超能力一定能把这小丫头摆平。爸，你说的对，就莹莹这身材长相，想想都流口水。另外，彩礼呢，我们肯定不会亏待你们，怎么也得这个数。1000万？是1万啦。1万？不是当初说好了彩礼300万吗？现在怎么又变成1万了？于老板，你怎么能出尔反尔啊？就知道你们这些混蛋在搞事情，就1万块钱，你们在做梦吗？没想到你竟然是个地中海！行了，都别闹了，
就这么定，莹莹必须嫁过来，彩礼就1万。要是你们敢挑事，就等着吃牢饭吧。我们走。爸，咱们送他们进去坐牢会不会太狠了？怕什么？他们收了钱不结婚，咱们就告他们诈骗。要不是看在沈莹莹漂亮，还是个高材生，我至于花这么多钱吗？我可警告你啊，这次你必须让沈莹莹赶紧怀上儿子，给我们于家传宗接代。是。怪不得王雪萍逼着我结婚，原来是被于家拿住了把柄。没想到这姓于的竟然想把我们送进监狱。这下可好了，赔了夫人又折兵啊！我可不想进监狱，我还是小仙女呢。你怎么不一起躺着？其实我还真希望这事儿闹大了、闹砸了，这样莹莹就不用嫁给那个猥琐男了。那请你以后多来监狱看望我们吧。放心吧，我会的。喂，您好，哪位？你好，莹莹，我是天宇的妈妈。阿姨，我知道您的想法。最近天宇一直闷闷不乐的，我猜他应该是因为你。天宇把你们的事儿都跟我说了，我心里清清楚楚，你一次次刻意疏远，不肯接受他，从来都不是不喜欢他，而是怕自己的家事拖累他，耽误他。阿姨打心底里明白，你这份懂事、隐忍和真心，是真的在为天宇着想。你是个善良重情的好姑娘。阿姨，这是祖传的金镯子，是天宇的奶奶留给我的，现在归你了。不行的，阿姨，这太贵重了。拿着。去找天宇吧，他在等你。姐姐，我认识你，你就是庄老师的女朋友。庄老师出来了。莹莹，你怎么会来这儿？你妈妈让我来找你的。我妈是不是说了什么？对不起，莹莹。我妈她可能是担心我状态不好，所以才会去找你。她没为难你吧？阿姨没有为难我，她还把这个交给我。真的？其实，我之所以没有接受你的追求，不是我不喜欢你，而是我怕我的家庭会拖累你。我根本不会介意这些。这个戒指我准备了很久，一直想送给你，今天终于有机会了。沈莹莹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我愿意。没想到我堂堂一代女神王雪萍竟然会沦落到如此地步，真的是天妒英才。喂，沈莹莹，什么事儿？什么？你同意订婚了？哎呀妈呀，莹莹啊，我是你后妈，你可是我亲妈呀！莹莹终于愿意了，苍天不负有心人啊！我的衣服，我的包包，我的环球礼物全都有了。停！把我放下来，把我放下来！虽然那丫头不是我亲生的，可不知道为什么心里感觉挺难受的。嫁给于志恒这种猥琐男，想想真是可怜啊。是啊，感觉于志恒也不会对沈莹莹好。沈莹莹挺惨的，要是让我嫁给那个地中海，我真就一头撞死。也不知道沈莹莹为什么要嫁给于志恒这种人，还不是因为咱们逼的吗？
莹莹，你这是什么情况？今天的订婚宴不是我和于志恒的，而是我和天宇的。你这是故意耍人吗？是啊，就是耍你。好啊，那你和你们一家人就都等着吃牢饭吧。沈莹莹，你要是敢和庄天宇在一起，你就别回这个家了。我今天来，就是为了把这个闹剧做个了结。你们父子2人涉嫌欺诈勒索和强迫交易罪，请配合执法部门调查，跟我们回去。警察叔叔，你们肯定是弄错了。警察同志，要抓的应该是他们。这张卡里的钱够你还给于家了。再怎么说，咱们也是一家人，没必要总是内耗内讧。我的好女儿，等一下，这钱我不该要，以后常回家吃饭。天宇，你要好好照顾莹莹，否则我可是不会饶了你。你是知道我发起疯来有多吓人。大家别闲着了，把能吃的捡捡，打包回去。这2天就吃这些了。